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财长鲍尔森。鲍尔森被誉为中国通，从1992年开始往来中国超过100次。在其担任财长期间，促成中美建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会见中，韩正表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应加强各领域互利合作，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应对全球性挑战。 韩正表示，中方始终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3原则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轨道。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回升向好态势，我们将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深化改革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共享发展机遇。 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也在北京会见了鲍尔森一行。王毅表示，中美关系陷入低谷，不符合两国人民利益，不符合国际社会期待，也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走回头路没有前途，开历史倒车只会碾压自己。希望美方对华政策重回理性务实轨道，采取切实行动，拉长正面清单，缩小负面清单，和中方一道，探索中美2个大国和平相处之道。 鲍尔森在会见中强调，对中国经济和美中关系未来抱有信心，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关系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鲍尔森被誉为中国通，从1992年起往来中国超过100次。他在2006年小布什执政时期担任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任内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启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标志着中美2国常规协商对话从技术层面上升至战略层面，为中美双边关系的良性互动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鲍尔森此次访华前夕，中美2国宣布成立经济领域的2个工作组。 舆论普遍认为，2个工作组的成立标志着自2018年特朗普政府中断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以来，2国首次恢复定期经济对话。 出于对中美经济关系研究的深厚兴趣，在离开美财政部2年后，鲍尔森创立了鲍尔森基金会。基金会的使命是推动全球环境保护及中美2国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同时加深2国的相互了解。 英国《金融时报》曾将鲍尔森称为除基辛格外无人可以与其媲美的中国观察者。王毅在26号的会见中就赞赏鲍尔森长期致力于促进中美关系发展，秉持客观理性态度，发出积极务实声音。第一呢是，鲍尔森他在之前呢一直是在美国金融界做高管，可以说对华尔街有很强大的这个影响力。 它在中美之间呢，可以起到一种让中美这个金融界保持联系，避免脱钩这么一种作用。再一个呢，就是他曾经担任过美国的财政部长，当时呢正赶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当时呢他中美双方进行了这个非常密切的积极的合作，避免了这个危机形势 恶化，可以说，鲍尔森从中呢也看到了中美合作的这种价值所在，他自然是非常愿意推动中美之间继续合作。不过，相比起中美在外交和财经领域以及2国民间的沟通交流，中美两军对话仍然面临困难。美国太空军作战部部长萨尔茨曼25号透露，美国太空军已就与中国建立热线进行了内部讨论。萨尔茨曼表示，美太空军与中国同行之间建立直接沟通渠道，对于缓解紧张局势很有价值，但双方尚未就建立热线进行接触。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6号作出回应。这里我愿意重申，中美两军对话面临困难的原因，美方是清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萨尔茨曼发表上述言论之际，美国太空军正以所谓中国军事雄心为由，考虑在日本设立分支机构，强调考虑到在太空领域提升能力的中国，日美需要携手加强太空领域监视。25号，萨尔茨曼在东京与日本高级国防官员举行会谈时，还借机渲染中国所谓在所有领域都违反国际行为规范。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忍则在会晤时与萨尔茨曼就强化日美太空合作达成一致。中美两军交流呢，存在很多障碍，一个是美军抵近侦察，第二个是美对台军售，第三个是美国国会。
对中美军事交流施加了各种限制。如今呢，这些障碍并没有消除，反而变本加厉，推出各种出口管制措施。这些方面呢，可以说都是美方主动的这个对中国的主权和利益进行限制损害。所以说，全部责任都应该是在美国这一边。事实上，美方涉及太空领域的新信号，只是其对华说一套做一套的最新延续。美国并未放弃在军事上牵制甚至围堵中国，这也进一步凸显中美两军对话面临的根本性障碍。据路透社爆料，美国和越南政府正在就两国有史以来最大一笔军售案进行谈判，其中就包括美国将对越南出售一批 F-16战机。拜登政府方面表示，此笔交易将帮助越南显著提升其在中国南海的所谓主权及领土捍卫能力。另据日经亚洲报道，美国和菲律宾也已开始讨论扩大美国在菲律宾东部沿海地区的军事部署。对此，中国日报发表社评指出，中国非常清楚，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这种两面做派，由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也同样与华盛顿的两党分歧密不可分。因此，在中美双方尝试在贸易及气候变化领域建立类似工作组的同时，美国军方其安全政策以及外交攻势仍将针对中国持续制造紧张态势。换句话来说，尽管中美双方彼此缺一不可，但至少在目前，双边关系仍然摩擦不断。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它的对中国对华政策分歧不仅仅表现在这个政党划线，政治上有分化，而且表现在它众多的利益集团，也是对中国的看法也是很不同的，所以存在方方面面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也反映在美国对华政策上也是非常的复杂多变和矛盾。9月26号，中日韩高官会在韩国首尔举行，这是时隔近4年，三国高官再聚首，就推动中日韩合作稳步重启进行了深入探讨。外界注意到，过去几年由于各种因素导致中日韩合作机制一度停摆，此次高官会的举行为中日韩合作机制按下重启键，是否能为三方更高级别的领导人会晤倾倒铺路？未来中日韩三方合作对地区和平稳定有何注意？又如何突破域外大国的干扰？来看看报道。三方一致认为，开展中日韩合作符合三方共同利益，应携手努力，加强在人文、经贸、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三国合作取得新进展，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新贡献。据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6号介绍，此次在首尔参加中日韩高官会的包括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农荣、韩国外交部次官卜正炳元、日本外务省审议官传越健裕以及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秘书长李希谢。深圳卫视注意到，作为三国政府间系列磋商机制的组成部分，中日韩高官会始于2007年5月，上次会议于2019年12月在中国成都举行，此次也是时隔近4年时间再度举行。实际上，新冠疫情的结束以及韩日关系的改善，为中日韩合作机制能够重启创造了条件。而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中日韩三国彼此间的双边贸易也受到影响，急需抱团取暖，提振经济。此外，近期中美高层互动频繁，出现止跌企稳迹象，也促使日韩政府重新思考外交政策。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周边战略研究室主任王俊生对深圳卫视介绍，中日韩合作机制实际上脱胎于1999年三国领导人在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的早餐会。20多年来，三边合作机制逐步成长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次区域合作机制，为三国和亚洲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按照惯例，合作机制通常包括高官会、外长会和领导人会议。此番恢复高官会，意味着中日韩合作机制按下重启键，无论是对本地区还是对世界，都释放了积极信号。韩国呢，国会选举在明年的4月份，应该说国内啊，它这个两党的这种争执非常的激烈。应该说尹锡悦政府在国内的执政上呢有一些乏力。外交政策上呢，目前呢也面临失衡，尤其是对华政策的对华关系的恶化这样一个批评。实际上，他也希望通过重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来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服务于国内政治。当然，从日本的角度的话，近年来，中日关系陷入停滞的背景下，他也希望借这种小多边的这种会谈来恢复中日的这样一个沟通。在100年变局的背景下，三国能够坐下来呢，达成这样一个共识。
对于解决相关的地区问题呢，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按照以往中日韩合作机制的程序步骤，高官会举行后，接下来便是外长会以及领导人会议。三方同意在未来数月内举行外长会，并就推动在三国均方便的时间，尽早举行领导人会议保持沟通。而在中日韩高官会举行前一天，韩国外长朴振25号下午在接见参加高官会的三国副部长级代表时就表示，各界对中日韩合作机制的重启充满期待，希望领导人会议年内就能举行。 I asked some leaders here to work closely together to make summit possible within this year. I hope that some leaders will do their very best to make this happen.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任珠世26号介绍，如果韩中日三国领导人会议成行，韩国总统尹锡悦、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与会。上一次，也就是第8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于2019年12月下旬在中国成都举行。韩国总统府一位相关人士说明，目前三方正为推动第9次领导人会议能够在年底举行，加快调整日程和议程的协调沟通。 有分析认为，目前举行的高官会虽然是事务级磋商，但能为后续的外长会等部长级会谈乃至领导人会议会务做好铺垫，包括确定部长领导人会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并就一些敏感问题相互交底，寻求共识，以便为未来更高级别的领导人会晤扫清障碍。 中日韩经济体量总和占全球 GDP 逾1/4，产供链紧密相连。三国重启合作机制将有助于提振东北亚、亚太乃至全球经济复苏的信心。而中日韩作为亚太地区3个重要国家，面对百年变局、地区热点，三国若能在安全领域加强沟通，也会促进地区和全球的和平与稳定。这样一个高官会。 它实际上呢，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早日重启注入了新的动力。它要创造一种氛围，三国呢可能把，各自的这种意愿、想法，那么摆出来，营造这样一个氛围。那么再一个呢，我想三国这样也借这样一个高官会啊，也为，中日韩领导人的会议可能达成的相关的成果也做一个准备。近年来，中韩关系、中日关系那么下跌的。 速度和幅度，都是非常快、非常大的。我想，如果说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啊，我们假设它得以重启，它当然标志着中韩中日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止跌回暖。 外界注意到，为了促成中日韩合作机制的重启，韩国方面近来高度重视与中国的互动，尤其是极力缓解尹锡悦政府上台以来于低位徘徊的韩中关系。值得一提的是，韩国方面此前派出韩国总理韩德洙前来参加在杭州举行的亚运会开幕式，并出席相关活动，打破了韩方以往由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率团出席亚运会相关活动的惯例，释放了力图改善韩中关系的信号。 在与习近平主席会见时，韩德洙提到，韩中保持高层交往，有利于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合作应对挑战。韩方愿同中方一道，致力于发展健康成熟的韩中关系，希望双方加强经贸合作、人员交往和文化交流，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增长。 本月初，韩国总统尹锡悦还在东盟系列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进行会晤。尹锡悦也强调要与中国深化经贸合作，践行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我觉得这个尹锡悦政府他也需要适应新的中美关系的改善。那还有一个就是超俄的接近。金正恩呢刚刚访问俄罗斯，那么这一下子呢把韩国地缘政治的脆弱性都暴露出来了，让朝鲜在地缘政治上和俄罗斯的关系强化，尤其是可能会涉及到的。 军事安全合作，我想会让韩国呢更加的被动。那么韩国在这个背景当中啊，他认为所谓的北三角就是中俄朝的关系，中国他要拉中国，所以啊，当然还有他比如说国内经济的低迷等等，我觉得凡是中共他都需要和中国改善关系。 另据韩联社27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今年11月7号至8号前往日本东京出席7国集团外长会议。他正考虑在此前后访问韩国。若此访成行，将是美国国务卿在尹锡悦政府成立后首次访韩。韩联社在报道中提到，布林肯访韩的时间点很有可能与计划中的中日韩3国外长会相近。
外界关注中日韩未来的合作仍将面临考验。美国为打压中国高科技产业构筑小院高墙，韩国与日本都是四方芯片联盟的成员。如果日韩两国不顾自身利益，甘愿为美国火中取栗，对三边对话合作机制损害极大。而近年来，美国也在极力怂恿日韩加大军事投入，拼凑三边军事同盟。这不仅升高地区紧张局势，也严重损害中日、中韩间的互信。此外，日方也在福岛核污水排海问题上一意孤行，严重损害邻国利益。中日韩如果不能在这一问题上达成某种默契，势将影响三边对话合作机制的发展。在他们与美国关系强化的部分呢，不要影响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像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我想日本和韩国呢会怎么做？我想恐怕还是要看两国接下来对话的具体的一些行动。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更新。更先生您好，中日韩时隔近4年后将重新启动关于举行领导人会议的沟通，那么这会对疫情后的中国外交新局面的开创有什么作用？我们中日韩三国啊，在地缘上是搬不走的邻居，在经济上是分不开的合作伙伴，三国间产业链高度互补，经济一体化趋势愈发凸显。2022年，中韩中日贸易额分别为3623亿美元和3574亿美元，韩日分别为中国的第2和第3大国别贸易伙伴。特别是 RCEP 签署后，三国在共同开拓海外市场方面迎来了新机遇，全球价值链在东亚区域内有望得到进一步巩固。在地区安全上，三国也是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尽管有域外势力的挑拨干扰，但三国之间呢也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矛盾了。但无论是经济还是地区安全方面，中日韩都已经成为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只有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地区的和平稳定，也才能为各自的繁荣发展打下安全的基石。中日韩将重启领导人会议，也是中国在疫情后开创外交新局面的重要举措。首先，这是针对美国策动美日韩三方建立准军事同盟，操作所谓北约东亚化等负面动作，中方针锋相对，采用反其道而行之的方法，主动展开和平发展合作的东北亚外交新局面。其次，这是针对金正恩日前访问俄国，朝俄明确将推进军事合作，一方面会对俄乌战局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更直接对位于中国家门口的朝鲜半岛的既有格局形成新的变数，倒逼中国选边站队。中国通过温和的降解冲突、缓解矛盾的办法，一方面与俄国、朝鲜保持沟通，一方面用拓展中日韩三方基于 RCEP 等具有重大经济和社会发展效益、有真金白银收获的合作大格局，突出中日韩三方等在经济贸易乃至地缘安全等方面的公约数，缓解近来由于美俄等因素导致东北亚产生的紧张局势。进而，这是疫情之后中国开展疫后新外交，特别是针对发达国家乃至西方阵营操作阵营对抗等一系列动作，中国采取的一个最直接、最重要且是最易于操作的对策。这表明啊，中方不仅要全面展开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活动，而且也将从周边关系务实做起，正面对美国主导的阵营对抗说不，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明确的积极作为方式，冲破美国企图在中国周边设置的包围圈，通过重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等，与发达国家阵营也展开全面外交良性互动，开创疫后外交的新局面。据报道，中韩已就领导人互访事宜进行沟通，那么这对于整个东亚外交格局有什么样的作用？是的，这向外界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即中国可能以改善中韩关系入手，以点带面，推动中韩双边关系、东北亚乃至整个东亚的格局走向更加活络、更加正常的状态，盘活整个东亚一盘棋。中韩呢是一种很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这是由两国的历史、现实以及未来走势决定的。韩国对于中国而言，不仅仅是搬不走的邻居和分不开的合作伙伴，而且是在所有战后亲美阵营中政治立场与中国最接近的国家之一。这里有3个特殊原因。第一呢，是韩国是亲美阵营中少有的从受欺辱的殖民地国家通过斗争走入今天发达国家行列的。由于具有这样的近代发展经历，就使得韩国和中国具有一种共同的与生俱来的历史命运和感情。第二，正由于这种历史情感的驱动，就使得韩国对战争与和平、历史正义与罪恶等有着比较鲜明的是非立场，这就为中韩政治关系奠定了重要的认知基础与谅解空间。第三，由于半岛南北关系的多年历史压力，使韩国对于分裂主义深恶痛绝，因此他们在追求自己祖国统一的进程中，也一直关注中国人民在争取祖国统一进程中的努力和成就。由此就使得韩国在面对例如台湾问题等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上，虽然与中国建交晚于欧美日，但建交后采取了比美欧日等更坚定鲜明的立场。虽然最近在半岛安全压力和美国核武共享等吸引下，加上尹锡悦个人极端的保守主义倾向，韩国也在台湾等问题上有一些负面的言行。但从长期来看，韩国与欧洲或日本等是明显不同的。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就像几年前的萨德事件，中韩就达成3不共识；半岛无核化，中韩又推动百日转圜一样，中韩之间是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的。通过改善中韩关系，一方面打开中韩双边关系的新局面，扭转目前双边关系比较微妙复杂的负面状态；另一方面又借此契机推动中日高层互动。而且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即将重启，而中日韩会议不仅限于3边关系，还涉及到中日韩加其他各方面的合作，会推动东北亚剑拔弩张的形势实现整体缓和。俄朝与日韩也会有改善的空间。再加上3国与东盟本来就有的 RCEP 等各项合作，美国也在加速缓和对华关系等等，这样一来，东亚甚至整个亚太一盘棋就全面走活了。台军首艘所谓自造潜艇将于28号在高雄厂区下水。这艘计划近10年、耗资近900亿的自造潜艇，承载了民进党当局巨大期望。但是从该项目一开始就丑闻缠身，进而引发岛内外质疑、批评声不断。如今还未下水，相关负责人已经开始扬言要2年造3艘，4年达10艘，将解放军限制在所谓第一岛链。对此，国台办发言人27号在回应深圳卫视记者相关提问时强调，民进党当局企图以武谋独是不自量力。据台媒报道，台湾首艘所谓自造潜艇的原型艇将于28号在台船公司高雄厂举行命名暨下水典礼。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将出席，并于近日核定原型艇的艇名为海鲲，舷号定为711。知情人士称，海鲲一名选自《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希望其能如鲲一般深海部署，威慑敌舰。根据台船此前发布的资料，海鲲为柴电动力，采用雪茄型艇体设计和 X 型尾舵，以及位于桅壳上的升降舵。艇长约70米，宽约8米，高约18米，排水量约2500至3000吨，将装备美制数字化声呐、MK48 重型鱼雷和潜射鱼叉反舰导弹。我们可以说，这个舰就一定比我们现在拥有那个都好，效果那个性能都更强。自爆出自造潜艇9月要举行下水仪式后，岛内就有不少预热和吹嘘。曾任台军参谋总长和台海军司令的黄曙光被蔡英文任命为自造潜艇计划召集人。他近期在一个内部会议上踌躇满志地宣扬海鲲的计划时间表：自28号下水后，10月1号将展开泊港测试，预计明年4月1号前完成。
随后便开始进行出海测试，预计明年底前交付台海军。事实上，黄曙光在3个月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可不是这么说的，他当时还反复强调安全检测，并称没有时间表。过港的一个测试合格了，才有具备达到出海的条件。逐步的测试，这个时间没有时间表。岛内舆论推测，这是迫于蔡英文的强推压力，是典型的政治下水。民进党想要借此拉抬2024选情，并为即将卸任的蔡英文留下所谓政治遗产。不可否认的，那个台湾的这个民进党当局啊，的确是非常的善于这个营造对自己有利的这样一个态势，在任何一个能够强调他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对抗大陆的这样一个这个政策点的话，对不对？他都认为会是对他的这个选情会有所加分的。事实上，黄曙光在此次内部讲话中不仅透露了时间表，还抛出他对未来台湾潜艇舰队的大胆展望。在他的展望里，台湾2025年就能完成3艘自制潜艇，2027年则能再完成4艘，加上现役的2艘上世纪80年代从荷兰引进的剑龙级潜艇，未来潜艇部队规模将达到10艘。他还声称，这样就能够限制解放军突破第一岛链。此言一出，立马引发岛内群嘲。黄曙光，你是海军出身的，在海军待那么久，你怎么可能会对于潜舰战一点概念都没有？说了一个大话，说我们现在先打造3艘，然后再过几年再打造4艘，所以总共我们的目标是要打造8艘，然后我们这个8艘就可以封锁住整个中国大陆的出第一岛链，这简直是笑话！这人类间最大的笑话莫过于此，我把它称之为讲鬼话。我觉得黄曙光讲这个搞了半天造潜艇是要防守第一岛链。我老天啊，我们台湾防守都有问题了，你去搞第一岛链吧，这个弄下来，干脆那你不要守第一岛链，你去就替捍卫全世界算了。针对台湾方面的自造潜艇即将下水一事，深圳卫视驻京记者在27号的国台办记者会上向发言人提问。民进党当局企图以武谋独，不自量力，只会进一步的加剧台海紧张动荡，把台湾民众推向非常危险的境地。在回答深圳卫视记者相关提问时，朱凤莲用不自量力作为回应，并表示这样做只会加剧台海紧张动荡。台军前参谋总长黄曙光还称，希望2025年能完成3艘自造潜艇，2027年达成4艘潜艇。对于这种以武谋独的行径，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就曾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以武谋独的行径都动摇不了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坚定意志，都抵挡不了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强大实力。近期，解放军在台海周边进行了大规模演训活动，创纪录的103架次解放军绕台战机震动岛内，令台空军基地一整天警铃不断。朱凤莲直言，解放军的系列演训活动目的是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的嚣张气焰和谋独行径。那台独挑衅一日不停，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动就一刻不停。我们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呢，能够辨清是非因果，坚决的反对台独，和我们一道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来关注半岛局势。韩国26号举行了10年来首次大规模阅兵，展示了包括玄武导弹在内的多种武器。路透社报道称，韩国此次罕见阅兵是为了向朝鲜展示更强硬的立场。当天，韩国总统尹锡悦发表讲话，声称如果朝鲜使用核武器，韩美联盟进行的反压倒性反击将导致其政权被终结。据韩媒报道，韩国此次阅兵旨在庆祝韩国建军75周年的国军日。26号上午，阅兵首先在首尔郊区的空军基地举行，而此次阅兵的重头戏是在当天下午。全长2公里的阅兵队伍穿过首尔的主要商业区，抵达位于首尔市中心、韩国最大宫殿景福宫的光化门。韩国总统尹锡悦26号上午在空军基地阅兵后发表了讲话，大谈朝鲜核威胁。尹锡悦一边声称朝鲜发展核武器是对韩国人民的生存威胁，也是对世界和平的重大挑战，一边对朝鲜发出严厉警告。
尹锡悦还称，韩国政府将进一步加强韩美同盟和韩美日安全合作。他称，韩美同盟已发展成为以核力量为基础的关系，美方战略武器可随时出动抵达朝鲜半岛。韩美同盟合作范围还扩至太空和网络领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未来美韩军事同盟会进一步的加强。尹锡悦所讲的这些非常狠的话，应该说无助于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表明了尹锡悦只不过是美国立场的代言人。韩联社称，尹锡悦今年的讲话向朝鲜发出的信息比去年更加强硬。去年，尹锡悦在讲话中对朝施压还比较隐晦，仅表示为了朝鲜半岛的真正和平和共同繁荣，希望朝鲜做出无核化的决定。如果朝鲜试图使用核武器，将面临韩美同盟的坚决反击。报道分析称，今年4月尹锡悦访美，美国同意成立韩美核磋商小组。上月韩美日戴维营会谈强化了三方军事合作制度基础，这都给尹锡悦对朝强硬提供了底气。路透社称，韩国此次阅兵的大背景是尹锡悦政府对朝鲜采取了鹰派立场。韩国是想通过这次阅兵，把加强武器装备等军力作为反击朝鲜核岛计划战略的基石。他从去年执政以来，还积极地增强同美日的军事同盟关系。미국의 핵자산과 우리의 비핵자산을 결합한 일체적 대응 체계를 구축해 나아갈 것입니다. 한반도 영내에 수시 전개될 미 전략 자산은 북핵 억지력을 강화시킬 것입니다. 韩国亚细亚经济26号称，时隔10年，韩国政府再次举行庆祝国军日街头阅兵游行。就动员的武器装备而言，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此次阅兵游行共出动了约6700名韩军官兵，展示了68种340件武器装备。驻韩美军作战部队成员也罕见参加了此次阅兵街头游行。驻扎在韩国的2.85万名美军士兵中有300人参加，这也是驻韩美军首次在国军日与韩军一起出现在街头。报道称，以往韩国多届政府也曾举行阅兵及街头行进展示。自1998年以后，阅兵每5年举行一次。2003年卢武铉政府、2008年李明博政府和2013年朴槿惠政府都曾举行。但2018年，由于朝美领导人在新加坡举行会晤，当时的文在寅政府为营造半岛和平氛围，取消了阅兵及街头行进展示。尹锡悦政府上台后，韩国重新举行阅兵活动。韩国国防部一名官员称，我们重点向朝鲜传达一个信息，即我们可以震慑敌人，并以强有力的武力惩罚对方。为显示其对朝强硬，韩国这次阅兵首次公开展示其秘密武器玄武导弹。路透社称，当天展示的玄武导弹可能是韩国最新研发的玄武5，号称怪兽导弹，据悉能携带8至9吨的弹头，可炸毁地下100米深的地堡。 하강할 때 운동 에너지가 워낙 크기 때문에 지하에 있는 북한의 핵시설뿐만 아니라 미사일 기지까지도 충분히 무력화시킬 것으로 보여집니다. 韩联社称，由于威力巨大，该导弹被韩军视为3轴体系中大规模对朝反击和报复系统的核心手段。有分析认为，其破坏能力与战术核武器相当。 압도적인 전략적 능력을 활용하여 북한의 핵미사일 사용을 강력히 억제해 나갈 것입니다. 여기에는 세계 최대의 탄도 중량을 자랑하는 고위력 현무 탄도 미사일도 포함되어 있습니다. 那么这次韩国把这种武器亮相，应该说目的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军事震慑。但是这种武器呢，它也有它的缺点，它的可靠性不是很好，所以它在整个研发过程中几次试射的话呢，都失败了。所以我们说，由于可靠性相对来讲比较低，所以在实战当中，我们说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 由于当天下雨，原定参加阅兵活动的韩国国产 KF-21超音速战机、F-35隐形战机等韩美空中战力并没有亮相。值得注意的是，今年3月，韩国国防项目推进委员会批准了一项价值3.75万亿韩元（约合28.2亿美元）的计划，将在2028年之前额外购买一批美国 F-35A 战斗机。韩国空军目前已经拥有40架 F-35A。
韩联社称，韩国国防部一直在推动引进新一批 F-35A， 以支撑韩国的所谓杀伤链系统，这是其针对朝鲜核威胁的3K 威慑计划的支柱之一。尹锡悦政府上台后，越来越依靠加强军力和韩美军事同盟来应对朝鲜威胁。日前，尹锡悦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称，朝俄合作是对地区和全世界和平的重大挑战，并称同盟和友邦将不会对此坐视不管。25号，美韩还展开大规模海上联合军演。从当天起，美韩9艘舰艇开始为期3天的实弹射击和反潜演习。韩国海军称，此次演习是韩美海军有效威慑应对朝鲜不断升级的核武与导弹威胁的机会，可进一步巩固两国的联合防御态势。对于美韩赤裸裸的威胁，朝鲜中央通讯社25号直接点名尹锡悦，怒斥这些威胁是政治门外汉、外交白痴的歇斯底里妄言。评论称，尹锡悦政府唯恐天下不乱，制造地区紧张，是地区形势的搅局者、破坏者。韩国金乡新闻26号的社论也表示，尹锡悦当天在演讲时第一次提及朝鲜政权的终结，此番言论非常刺激。过去数周，不停有飞机在首尔市中心低空盘旋进行阅兵演练，这导致很多市民因为战争氛围而不安，担忧今年的阅兵式可能成为尹锡悦政府强化安保国家的一个缩影。社论呼吁，在南北分裂的大格局下，除了加强武力，更希望尹锡悦政府能与朝鲜进行对话，以消除韩国国民对战争的担忧。加拿大特鲁多政府近日外交风波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与印度就锡克教领袖被枪杀一事的争端未解决之际，又因乌克兰纳粹老兵在加拿大国会受表彰一事沦为众矢之的。联合国、波兰和俄罗斯相继发声谴责加拿大公然美化战犯。在一片批评声中，加拿大众议院议长罗塔引咎辞职。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加拿大议会演讲期间，加拿大议会表彰了一名参加过第2次世界大战的乌克兰老兵。这位名叫洪卡的98岁老兵出现时，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泽连斯基都对他报以掌声。加拿大众议院议长安东尼·罗塔还带领议会向他致敬，称其为乌克兰和加拿大的英雄。We have here in the chamber today Ukrainian-Canadian war veteran from the Second World War who fought the Ukrainian independence against the Russians. 但外界很快发现，这位老兵曾在纳粹德国党卫军加利西亚师服役。这是一支受纳粹德国指挥的乌克兰志愿部队，因为对犹太人、波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斯洛伐克人犯下暴行而臭名昭著。洪卡在战后移居加拿大，没有受到应有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审判，甚至在自己的博客上发布当年参加党卫军的照片，附文：1941至1943年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公然美化战犯，加拿大众议院和政府受到多方批评。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表示，联合国反对任何向在二战中积极参与纳粹活动者致敬的做法。波兰外交部副部长穆拉尔奇克指责加拿大方面的行为属于双标，一方面谴责战争，另一方面却颂扬战犯。The information confirming the individual's involvement with the Nazi Waffen-SS was easily found and accessible through a basic internet search. This House condemned the Prime Minister and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for failing to do appropriate vetting on this individual, or having done vetting and failed to stop him being admitted to and recognized in Parliament. 在批评声中，罗塔就此事道歉并宣布辞职。而同样处于风口浪尖的特鲁多，仅在社交平台发布一段时长47秒的视频讲话作为回应。Obviously, it's extremely upsetting that this happened. The speaker has acknowledged his mistake and has apologized. But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s deeply embarrassing to the Parliament of Canada. Trudeau seemed to blame the mishap on Russian propaganda.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really important that all of us push back against Russian propaganda, Russian disinformation, and continue our steadfast and unequivocal support for Ukraine. I am baffled by that response. The Russians didn't force the Canadians to invite this guy and then give him a standing ovation. 俄罗斯观点报网站25号报道称，俄罗斯驻加拿大大使斯捷潘诺夫表示，正向加拿大外交部和总理办公室发出照会，要求对方就加议会表彰乌克兰纳粹老兵一事作出解释。事实上，我们
们应该认识到，自从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呢，美西方不管是在舆论宣传上，还是在对外政策上，事实上都有很强烈的反俄的这种色彩。通过加拿大国会表彰乌克兰纳粹老兵这一事件，我们也可以看出罔顾历史真相，揭示出他们这样的一种虚伪的面貌。这并非加拿大近期遭遇的首个外交危机。上周，因特鲁多公开指控印度政府是枪杀加拿大籍锡克教领袖尼贾尔的幕后黑手，加拿大和印度关系跌至冰点，两国开始互相驱逐外交官，外交摩擦也在持续升级。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虽未点名加拿大，但不少印媒还是将他的发言与印加外交争端联系在一起。Nor must we countenance that political convenience determines responses to terrorism, extremism, and violence. The days when a few nations set the agenda and expected others to fall in line are over. 苏杰生当天在纽约参加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一场活动时，则直接将矛头对准加拿大，批评后者国内存在很多有组织犯罪。1周多以来，加拿大锡克教徒在多个印度使领馆外举行抗议活动，在多伦多甚至有示威者焚烧了一面印度国旗，并踩踏印度总理莫迪的纸板模型。It's really been very permissive because of political reasons. So we have a situation where actually our diplomats are threatened, our consulates have been attacked. Or, a lot of this is often justified as saying, well, that's how democracies work. 谈到特鲁多此前对印度政府的指控，苏杰生表示，如果加方提供有关尼贾尔被杀的具体信息，印度将采取相关行动。We told the Canadians that this is not the government of India's policy. Two, we told the Canadians saying that, look, if you have something specific, if you have something relevant, let us know. We are open to looking at it, to understand the context of it. In a way, because the picture is not complete without the context in a way. 围绕这起事件，印加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特鲁多上周在纽约举行记者会时声称，加方一直呼吁印度政府合作揭露事件真相，但在场媒体注意到，他没有提供所谓合作的方案，而是反复强调和宣扬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的价值观。We're not looking to provoke or cause problems, but we are unequivocal arou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rule of law and unequivocal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protecting Canadians and standing up for our values. 特鲁多强调，他的政府拥有可靠情报，表明印度政府与尼贾尔被杀有关。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科恩此前向加媒证实，特鲁多提到的情报由五眼联盟伙伴之间共享。但令特鲁多尴尬的是，五眼联盟的其他成员对于印加外交争端态度相当暧昧，尤其是美国总统拜登上周在联大演讲时曾提到印度，不仅没有为加拿大发声谴责，反而赞扬印度协助全球建立新的经济路径。从外交层面看，一国政府指责另一政府涉嫌刑事犯罪，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件。那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方面既希望维护与印度政府的战略合作，所以美西方国家很不愿意公开支持加拿大政府。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印度面临着瞬间信誉扫地的风险，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美国的所谓的印太战略。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加拿大研究所所长克里斯多弗·桑德兹的话称，特鲁多政府近期卷入各类风波，反映了加拿大在全球舞台上的不足。它是可靠的西方盟友，但并非一个全球大国。加拿大议会表彰乌克兰纳粹老兵，在西方引发广泛争议。俄罗斯抨击北约已公然成为法西斯集团。您是如何来看待这件事？梅西你好，加拿大议会呢是在接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期间表彰了一位参加过2战的乌克兰老兵，目的呢很明确，就是要展现加拿大及北约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期望乌克兰发扬2战时的战斗精神，对当下的俄罗斯进行持续的战争。乌军呢要勇往直前，但是加拿大众议院议长呢太没文化了，基本上没有历史知识，也没有对表彰对象加以简单的审查，结果呢就尴尬了。加拿大表彰的乌克兰老兵呢，原来是一位纳粹老兵，在党卫军加利西亚师副役，那呢是一支受纳粹德国指挥的乌克兰志愿部队。这事儿在西方乃至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揭示出加拿大和北约国家为了支持乌克兰打仗，是可以不顾历史真相、不分青红皂白的。这样呢，就化天下之大吉。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国会议员们呢，拍手称赞的乌克兰英雄、加拿大英雄，原来呢是一位老派的纳粹分子。他们原想呢，要作为舆论战、心理战的组成部分，鼓励乌克兰坚持与俄罗斯血战到底，却彻底栽了。俄罗斯媒体呢为此事大做文章，说这正好证实了泽连斯基亲纳粹的本质。梅德韦杰夫呢更是把加拿大议会向党卫军成员致敬的丑闻变成锐利的宣传武器，抨击北约向乌克兰提供先进的主战坦克和远程导弹，说明呢北约已经公然变成希特勒、周辛国那样的法西斯集团。俄乌发生舆论激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包括波兰政府、加拿大的犹太人组织、知名企业家马斯克都加入到声讨加拿大的行列中，认为呢这个乌龙啊伤害了犹太人社区、乌克兰社区以及所有曾遭到纳粹蹂躏的国家，也伤害了加拿大的国际声誉，要求加拿大政府道歉，加拿大这个众议院议长辞职。那么从二战到本世纪初呀，这个欧美呢对纳粹的清算是十分的彻底，不仅深刻地揭露纳粹给人类带来的危害，也对漏网和逃脱惩罚的纳粹分子进行搜捕，包括同情纳粹的学者都予以判刑，以警示后辈们呢不能够重蹈历史覆辙。但是即便如此，加拿大议会呢还是发生了如此荒谬的事件。现在呀，加拿大众议院议长呢已被迫辞职，但这事儿呢还没完。加拿大惹恼了俄罗斯和一些西方国家，同时也惹恼了印度。加拿大指控印度暗杀了锡克教活动家。那么，为什么总理特鲁多获得的全球声援是如此稀少？这件事情会如何了结？这是一个好问题。加拿大议会表彰纳粹老兵，引来包括西方社会的一片谴责，但是却对加拿大指控印度暗杀锡克教活动家却出奇的沉默。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西方国家，特别是五眼联盟国家，没有提供更多情报和证据来支持加拿大？没有显示出一种我们是一伙的呢？这里啊，既显示出加拿大外交的脆弱和愚蠢，也显现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为了自身的战略利益，也是可以不讲这个盟国友情的。加拿大呢，你自爱自恋吧。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呢对印度提出令人震惊的谋杀指控以后，五眼联盟国家发出中规中矩的声明，说呀有情报互通这件事儿，但是并没有对加拿大予以全面的支持，就连反对这个他国领土进行谋杀活动的说法都没有。英国呢要严肃地对待加拿大的指控，澳大利亚说呢要对谋杀指控深感忧虑，而邻居美国呢连愤怒和忧虑之情都没表达，更多的呢是肯定印度对西方世界越来越重要。可以说，加拿大对印度的指控揭示了西方国家对印度并不信任，还是在进行联合监控。但是呢，美国为了自己的所谓印太战略，是可以牺牲掉盟友的利益。美国、英国和西方盟友正在通过拉拢印度，建立所谓的印太防线，以便在战略、经济和军事上来平衡中国。这呢是他们很看重的。所以啊，加拿大的那件事呢就不算事儿了，轻描淡写就过去了。与印度维持良好的关系才是大事。其实啊，就是加拿大也是这样考虑的。加拿大呢曾经和中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是为了与美国的所谓印太战略相配合，特鲁多政府搞坏了与中国的关系，转而呢与印度加强战略合作，开始谈判加印自贸协议，希望呢让印度来承担中国曾经的角色，推动加拿大经济发展。现在呀，加拿大是鸡飞蛋打，既得罪了中国，又和印度闹翻，美国等盟国呢还不理不睬，比较尴尬了。我觉得呀，加拿大对印度的谋杀指控很可能呢不了了之，或者幕后达成和解。西方媒体呢已经很敏锐地观察到，特鲁多一直以来的招牌微笑开始退去了，他的支持率已经降至8年当政以来的最低点。
从9月27号起，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推出“凝视三星堆——四川考古新发现”特别展览，展出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四川地区考古新发现。此次展览共展出120件文物，有接近一半为三星堆遗址近年新出土文物。展出文物中，国家1级文物多达23件。据悉，这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首个中国古代文明展览，也是庆祝国庆的重头戏。 此次展览展出的120件文物出土自三星堆、金沙和宝墩等遗址。展览共分4个单元，呈现三星堆的艺术世界、城市生活、精神信仰等，探索成都平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生活、艺术造诣与技术成就。当中，近半数为2020年至2022年间三星堆遗址最新发掘的重要文物，部分更是首次在四川省外展出。 面罩应该是三星堆出土的最具代表性的文物之一。此次在香港展出的这款金面罩是2021年出土的，它重约350克，黄金含量达到了85%左右。这款金面罩也是三星堆出土的最大一件金面罩。 为全方位展现三星堆文物故事，策展人将传统考古学融入裸眼3D、全息投影等新技术，通过颜色、灯光等现代艺术表达方式，为观众打造一场具有独特视角的考古盛宴。 我们会通过多种多媒体的这个方式，去把这些器物当中的细节，包括他们对身上的这些装点等等去放大。有国际和香港这边最好的团队帮我们去呈现这些细节，甚至是比看原物还要清楚。所以这一点来说，我认为是只有到香港故宫才能看得到的。 此外，展览还总结了近100年来三星堆及四川其他地区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呈现中国现代考古学100年的发展历程。希望借展览回顾中国现代考古100年历史，致敬历代考古学家。 除了展览之外，三星堆在香港还推出了不少的文创产品，例如年轻人最喜欢的盲盒系列以及冰箱贴。此外呢，三星堆还推出了很多很可爱的一些小摆件，例如我身边的这个小铜人打麻将。这4个小铜人可以说是活灵活现，而且看这个牌面，打的应该是四川麻将了。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从刚刚过去的暑假情况来看，内地观众占比达到了60%。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内地观众仍然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主力客源。目前，香港正全方位打造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如何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也是这次凝视三星堆特展的一大重点。镇内卫视注意到，在特展期间，相关研讨会同步举行，中外学者汇聚香港，共同推进三星堆研究工作。 共同讲好文物故事。我们这个学术报告亭，就足以能够把我们三星堆文化和三星堆文明这个故事讲好，在我们的窗口里面把它讲的声音更大。这期我们研讨会邀请了几位是外国学者过来，就是最新的一个三星堆与青铜器文化研究的，在这就是进行了交流。这个交流不单是香港跟内地，还是国际交流。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立馆这个理念，就是推动中西文化交流。